哦，那我到时候跟您联系，麻烦您了。哎，好的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脚踏两只船？什么？谁跟你俩说的？谁跟我俩说的？那就是真的啦。没有啊。你自己看，照片上这女的是你，那个男的呢？那男的是谁啊？我说怎么这段时间只要我一提起严恒，你那眼神就躲躲闪闪的。我和严恒分手了。啊？我和严恒前阵子就分手了，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跟你俩说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分手？他让你受委屈了？就是我们两个人谈的时间太久了，感情淡了，而且他不是一直在国外吗？我们两个人也没什么共同话题，就和平分手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自己憋在心里不难受吗？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们说。什么事儿？你说没事儿。我想出国留学，去瑞士读酒店管理硕士。沈西凡，你这件事儿有点太突然了。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去，但是当时我觉得古南华庭的实习机会太难得了，再加上严恒当时不是也不同意吗？就算我们同意啊，你现在总不能辞职吧？那你工作这么忙，出国留学需要准备很多资料，还有英文考试。是，你有时间吗？有精力吗？我雅思已经过了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找了留学中介在申请材料了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我2月份就可以去了。你这是先斩后奏呀？不是，你想想啊，你今年27岁了，等你留学回来得多大了啊？我问你啊，留学完了呢，你还回来吗？你只要回国就业的话，就面临着去应聘，到时候以你的年龄，无论哪个单位都会考虑你恋爱、结婚、生子、婚假、产假等一系列问题，这我太了解了。并且啊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这很正常。我很欣赏你啊，工作这么久了，有没有被工作的压力挤压的原地打转？还有自己的一份求知欲和热爱，很难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其实说实话，当时我读书的时候，也因为选专业的事儿跟家里面产生了很大的矛盾。我妈和我外公呢是中医，我爸是西医，他们关于我学中医还是学西医这件事儿，会有很大的分歧。哦，那你为什么最后还是选了中医啊？因为我妈。我妈是乳腺癌去世的。她去世前，因为化疗的副作用，受了很大的痛苦。而中药呢，可以减轻这些痛苦，所以我就选了中医。啊，虽然因此跟我爸产生了很大的矛盾，但我觉得我还是找到了我热爱的事。可以想象啊，10几年后，我会像我外公一样，变成一个快乐的老中医，天天就教教学生，喝喝茶，多开心啊！不过话说回来啊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呢是2个选择，要么听他们的话，安稳生活，要么放手去试一次。你看我啊，每天在肿瘤科会遇到很多的病人。临终前呢，都会数着他们这辈子路上的遗憾。所以啊，
我觉得你可以出去试一试，万一得偿所愿了呢？那我就谢谢何老师的教诲。什么教诲？我这31年的人生就熬成这么一碗鸡汤了，尝尝看，别客气。好，那我就大喝一口。好喝吧？不错不错。何医生，您可真会挑地方，是吧？下次有好吃的地方记得叫我啊。那肯定的。你看啊，我们呢经常在酒店里面画这些小卡片，还有叠这种小毛巾给小朋友，这样他们不开心的时候看到这些就不会再闹的。难怪你叠纸叠得这么好。啊？我刚刚第一时间就发微信给你了，结果你没回我。我刚才玩滑板没看手机，但我要是看到的话，一定会回你的。看来开心的睡不着觉了。有点。那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，走。要不要放点音乐？啊，要不，我们开个窗吧。哦，行。说要带我出来兜风嘛，那要是连风都没有的话，怎么算兜风呢？时代变太快，世人不断变换词语来记载一段恋爱，你不给我答案，因为你明媚了起来，这世界突然好可爱，也许太愚钝的脑袋不能传递我沸腾的告白，爱是对美好的崇拜，决定好只对你偏爱，我的愚蠢，我的认真，只为一个人。因为你，我的笑容也多了起来。躺下吧。我给你做个触诊啊。今天是怎么了？你着凉了？小腹这么冷？我给你做艾灸。
有没有感受到热气？嗯，要是温度不合适，你得跟我说。之前也没听说你有痛经问题啊，我给你把脉的时候也没发现你有痛经的问题，怎么回事啊？不要因为月经羞耻就避而不谈。正常有规律的月经对于女性健康来说是很重要的。之前就跟你说过，不要贪凉喝冰的，你还不听。其实之前我不痛经的。啊，没事。心里这么难受，还是舍不得分手吧。哎，沈总，喝点这个。不想喝，喝不下了。我特意给你弄的，
你今天这么虚，你喝点红糖啊是补血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来喝一口。所以准备睡了。你的阅读能力不错啊，1分钟看了7、8篇文章，还都看进去了，一目十行啊。那几个赞，真完蛋啊！红糖姜奶茶，喝中药没过，奶茶都开始养生了。来大姨妈了，肚子疼。你原来没见你注意啊？我昨天不是第1天吗？然后不舒服，找何医生艾灸了，他给我叮嘱的。这医生也太尽责了吧！对了，小杨，你把你手机打开，我给你试个功能。干嘛？你看，如果我不小心给你朋友圈点了个赞，然后立刻取消，你还能收到消息吗？能啊！我靠这招撩过不少男的。啊，那我没猜错，我昨天给何医生点了赞又取消了，为了显得自然又多补了几个赞，结果被他发现了，彻底大抓包，真完蛋。这有什么的呀？你就大大方方的说，你对他很好奇，想看他朋友圈，怎么啦？给我看看聊天记录，我帮你参谋一下。就那个。哎，李医生，你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，你看看这有戏吗？我看看，11点45，一个女孩不睡，有戏。此话怎讲？你觉得一个男人会关心他一个不感兴趣的异性几点睡觉？可是他是我的医生啊，他治我治的就是失眠，肯定会关心我几点睡觉。对对对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无聊的老学究。哎，你前一阵子是不是在喝那个甘草水啊？啊，他几乎都不发朋友圈，你看这发了一条关于甘草的。他跟我说的甘草水，他不肯定得教我怎么喝吗？这帅中医可真绿茶呀！哦，原来中医里面还有这么多年轻人，我还以为都是老头呢。但是我那个中医也差不多，他说话特别好玩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大吃一惊呢。是吧？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中医啊就是又沧桑又无聊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举个例子吧，就比如带我实习的那个师兄，他平时呢穿一身白大褂，戴个小眼镜，别人都以为他特别斯文、很稳重、很可靠，但其实呢，完全是人靠衣装。他啊，小的时候特别坏，老坑我，他带着我爬树啊、砸窗户什么的。他还骗我干吃了很多中药材，说是要学神农尝百草。你说他坏不坏？哦，当然，现在也没好到哪儿去吧。他虽然不坑我了，但是吧，他那个嘴呀，哎，特别损。他有的时候怼我，我都听不出来。那跟我那位中医真的还挺像的。是吗？你那个中医什么样的？回来啦？啊，回来了。小丽怎么样？没怎么样啊，他还是个大学生呢，那就是个弟弟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没看上我，他凭什么看不上你啊？当然了，我也没看上他，我俩互相看不上。
特地呢。啊，哎爸，晚上我想吃桂花酒酿圆子。好的，真没看上。没看上。哎爸，我饿了。这互相看不上，没办法呀。他说像个弟弟，那是不喜欢小的，不会是喜欢老的吧？那老的都太油腻了，我都看不上。我还好吧。之前在另外一家医院就诊过，效果还不错。为什么想转院？为了给他治病，我一直忙着打工挣钱。可是我发现孩子化疗实在是太痛苦了，就想着来看看中医。妈妈，我不难受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突然想起来，在这个房间的顾小姐平时似乎爱穿黄色，我们要不给花衣里加一些向日葵的元素？当然可以，那我重新准备一下。麻烦你了。那这个，我帮你拿着吧。行，谢谢。辛苦了。哎，对了，女神节的房间我都搞定了啊。那花艺的部分就这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他们是晚上的航班，大概10点左右到酒店。下班前让他们再把房间打扫一遍。放心吧。这个花，我能拿走几束吗？可以，反正也用不了这么多。谢谢。好好工作。送给你。陈总，我那香槟必须6点钟之前到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你帮帮忙呗，安排一下，谢谢啊。找我啥事儿啊？忙着呢，有话快说啊。看来我来的时机不太对啊。啊。哎。哪有人送花就送1支的呀？我是房间剩出来的，给你就拿着呗，啊。刚听那意思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需要，走呗。好。走。何医生，小雅，这午餐时间都过了，怎么还这么多人？你没看吗？都拍照呢，饭也没咋吃啊。那我奶茶怎么办？啊，估计吃不上了，我等会儿给你做一杯。算了算了，反正何医生也不让我喝奶茶。哎，帅哥，那咱俩拍张照片吧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酒店有规定，不跟客人合影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们拍个合照。咱也会拍照吗？哎，你说巧不巧？大学的时候选修的就是摄影，要不给你们拍两张试试？怎么？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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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3、2、1。
林师兄在这种地方可真是如鱼得水啊！花花蝴蝶。好看的啊！3、2、1。我们又接个大单子，半个月后隔壁省会来个旅行团，都是些有闲有钱的老头老太太，泡泡温泉、做做理疗啥的。主要目的呢，休闲养生，时间1周，人数大概30左右。啊，资料已经发给大家了，看一下。因为都是老年人，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毛病，所以居住方面提了一些需求，前厅部注意一些。而且是养生之旅，所以餐饮方面也提出了一些要求。又要清淡，又要养生，还要有特色。这不就是你餐饮部经理体检能力的时候吗？林经理这单子接得好啊！过奖。啊，对了，林经理，联系下医院，因为是老年人，随时可能有医疗方面需求，看医院有没有能合作的。然后给防务员培训一下老年人常见疾病的急救。没问题，那我去联系一下离最近那个市3医院，等确定好了合作方式，我跟你说。行，那就这样。然后大家看下资料，我们咋了？总经理，我有一个提议，因为我们这次主要做的还是理疗养生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往中药方面靠一下。餐饮部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些药膳药茶，比如说甘草片可以泡水。客房部呢，可以把枕头换成荞麦枕头，香薰的话也可以往中药药材方面靠一靠。中老年养生，中医肯定是合适的，各位觉得呢？我觉得可行。如果这次能够做得好的话，中医养生之旅可以直接发展成为我们酒店特色。我也觉得可行，但是我没吃过药膳，我不是很了解，